禀皇上，浙江锦衣卫探报，青田县传言说，刘伯温临死前留下了一部天书，集天地精华，绘古今谋略，凡得到此书者，就能成为未来的皇上。锦衣卫的这份密奏瞬间让朱元璋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刘伯温到死都不安分。这本天书对如今的大明王朝无疑是一道惊雷。为了彻底解决掉这个祸端，朱元璋当场向吴峰下达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本妖书搜出来。随着朱元璋一声令下，大明最恐怖的情报机构锦衣卫全速运转，他们像细密的蛛网一样覆盖了帝国的每一处角落，上至朝堂中枢，下到各州府县，所有3品以上的大臣全都被纳入了监视范围。不到2秒半的时间，吴峰就顺利完成了朱元璋交代的任务。禀皇上，经属下苦苦探查，终于在青田深处捕捉到刘伯温之子刘连，并在他藏身之处找到了这本刘伯温遗留下来的妖书。放下吧。当天书被呈到朱元璋的案头时，早已埋入黄土的刘伯温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让儿子等老朱过世后再转交给后世治军的东西，竟然这么快就落到了朱元璋手里。等吴峰离去后，老朱便吩咐大孙子朱允文亲手打开这本天书，可里面的内容根本没有外界传的那般神乎其神。皇上，这是遗奏啊！念，快念！刘伯温在遗奏开篇极尽元臣本分，他称颂朱元璋确实是千古一帝，驱逐鞑虏，建立明朝，重整华夏山河，但越有阴晴圆缺，先皇的丰功伟业之下也藏着不少隐患。臣生不敢见，唯有死后进言。先皇治政，岂有如下4大遗憾？皇上，孙儿不能再读下去了。念，往下念，一字不许错。刘伯温这番先礼后兵的写法彻底勾起了朱元璋的好奇心，紧接着朱允文便读起了专为新君准备的治国良策。其一，先皇太过多疑，刚愎自用。刘伯温早就预料到朱元璋晚年会开启九族消消乐，而蓝玉、李善长等人的凄惨结局也正好验证了他的预判。其二，大明当下的律令太过严酷，大臣百姓人人自危，大家只是出于恐惧才被迫遵纪守法，并没有从心底真正认同这套规则。在这种高强度的约束下，时间一长很容易生出大乱。刘伯温希望新皇能施行仁政，宽以待人。其三则是当下吏治太过严苛，官员的付出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大明朝官员俸禄之低堪称古今罕见。他身为朝廷一品大员，都要靠变卖字画补贴家用。当初马三刀私贩国子监专事和欧阳伦走私茶马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鲜活例子。朱元璋在世时，官员们会因恐惧不敢越界，可一旦没了老朱的强力制约，他们很难继续保持清廉。高压的工作环境再加上入不敷出的微薄收入，官员们为了活下去，最后只能铤而走险。低薪和严法并存，最终受苦的只会是无辜牛马。而第四则是刘伯温最放心不下的藩王问题。先王子嗣遍布大明各省，日后拥兵自重，必致祸乱。而后续的事态发展果然完全不出刘伯温所料。朱允文登基后急于削藩，直接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造反，最终夺走了大侄子的皇位。以上种种全都印证了刘伯温远超常人的远见卓识。以上4害，臣生时骨内如焚，死时死不瞑目。为大明千秋计，臣冒昧以为新君当成先皇之帝业，开万象之更新，施仁政，亲子民。不仅如此，刘伯温还在遗奏的最后为新君献上了新政9册，他希望新君能改革旧制，施以仁政，为大明开创出一番全新的气象。读完这本所谓的天书，朱元璋才终于明白，为何刘伯温晚年对自己一言不发。那时的他早已杀昏了头，根本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这道奏章真是义理绝差，死后余音呐！看着大孙子尚且稚嫩的脸庞，朱元璋当场对着他悉心教导起来。刘伯温虽然早已身死，可这份遗奏上的新政9册却是实打实的治国良策。朱元璋叮嘱朱允文一定要好好研读，等将来登临大宝时直接落地推行。此奏是刘伯温送给后继之君的。朱允文，你就是后继之君。朱元璋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在洪武年间造下的杀孽实在太重，如今的大明最需要一位守成之君，带领天下百姓休养生息。朱允文名字里的那个文字承载着他全部的治国期望。为了帮尚且稚嫩的大孙子提前立威，朱元璋特意下旨召各地藩王进京当众正式宣布朱允文的储君身份，册立皇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